抱歉啊，这雨太大了，只能拉着你临时躲进这间破屋子。衣服全湿了吧？来，靠着火炉坐。这碗米酒刚烫好，赶紧喝口热的。今晚咱们就在这儿借宿吧。这是公元809年，唐朝长安城的一个雨夜。现在差不多是后半夜了。你别看这屋子破，其实我们不是这儿的主人。你看那边那个黑漆漆的角落，坐着一个年轻人，正抱着一口酒竹香掉眼泪。你不认得他，但我认得。他叫元稹。3个月前，他的妻子韦从在长安病逝。那时候他奉命出使蜀地，连最后一面都没赶上。直到今天，他才办完公差，风尘仆仆地踏进这间旧屋。他写过全天下最深情的情诗，可他也做过全天下最狠心的负心人。今晚我们不聊他的才华，就当个旁观的房客，好好看一看这个自私了一辈子的男人，和他那份迟来的愧疚，藏在岁月里的故事。欢迎来到长夜客栈，今晚我们陪元稹借宿唐朝。很多人都认得那句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。多数人以为这是写给初恋的告白，是世间忠贞爱情的最高境界。可很少有人知道，这句流传了1200年的深情绝唱，从头到尾都是元稹写给自己的亡妻韦从的。他借了古时沧海与巫山云雨的典故，说见过了辽阔无边的大海，别处的溪水就再也称不上水；见过了巫山顶的云霞，世间所有的云都黯然失色。翻成最朴素的话就是：自从遇见了你，这世上再也没有人能走进我心里。听起来无比动人，对吧？可讽刺的是，写下这句诗的男人，在真实的历史里，却是一个让人恨得咬牙切齿的负心人。21岁那年，他游学蒲州，遇到了初恋崔小姐。那个年纪的爱情多单纯啊！两个人偷偷传着情诗，在夜里幽会，私下许了终身。可是当元稹要回长安考取功名的时候，他突然清醒了。他发现崔家虽有家财，却无官场势力，对他的前途没有任何帮助。于是为了仕途，他走得干脆利落，彻底断了联系。几年后，他甚至把这段初恋写成了小说《莺莺传》。在故事里，他一边为自己的负心辩解，一边把那个被他抛弃的姑娘形容成是迷惑男人会带来灾祸的尤物。你看他的自私，在年轻气盛的时候就已经刻在骨子里了。来到长安后，为了往上爬，24岁的他迅速答应了与顶级门阀韦家的联姻。他娶了太子少保的女儿韦从。这本该是一场各取所需的政治婚姻，可元稹没想到，这个豪门出生的大小姐
嫁给他这个穷小子之后，竟然甘愿跟着他吃尽了人间的苦。当时他们的日常生活就锁在咱们今晚借宿的这间漏雨破屋子里。因为没钱买木炭，冬天小两口只能缩在薄被子里发抖。韦从脱下锦衣，每天洗衣服、生火做饭，一双千金大小姐的手硬生生洗到了长茧。有时候元稹下班回来，官场不顺，心烦意乱，想喝一口闷酒，摸摸口袋却掏不出一个铜板。韦从看着他，不但不生气，反而一边笑着他，一边伸手拔下自己头上唯一的一根金簪子，塞进他手里，让他拿去换酒。元稹不是石头，他看在眼里，他也疼在心里。这世上最残忍的拉扯就在这里。这个男人为了前途自私过，功利过，可面对这个毫无保留陪他吃苦的妻子，他的爱却也是真的。然而命运这东西，最残忍的地方就在于，他总喜欢在日子刚看见一点光的时候把火熄掉。就在元稹升任监察御史，仕途刚有起色的这一年，韦从病倒了。那一年他只有27岁，陪着他熬过了所有的苦，却在日子要变好的前夜再也没有醒过来。更刺眼的是，当韦从在长安的病床上大口喘气，走向死亡的时候，元稹正奉命出使蜀地。后世相传，他在那里和大才女薛涛朝夕相处，情诗唱和，谈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姐弟恋。一边是长安病榻上为他熬干心血即将断气的妻子，一边是蜀地浣花溪畔精彩绝艳陪他风流的红颜。这就是元稹，他的深情是真的，他的薄情也同样真实。现在蜀地的热闹散去了，元稹回到了长安，回到了咱们今晚借宿的这间突然空下来的漏雨租屋处。浣花溪畔的19韵事被他留在了蜀地，而韦从也已经被永远留在了黄土里。他连妻子下葬的那一天都没能赶回来。这个在官场上机关算尽，在感情里冷酷自私的男人，终于在后半夜掀开了那口放在墙角快要散架的旧竹箱，里面叠得整整齐齐，只有几件韦从生前穿过的打着粗糙补丁的旧布衣。元稹就坐在我们对面的冰冷地板上，把头深深地埋进那些衣服里。他用那只写过无数情诗，也签过无数公文的手，一件一件去摸那些粗布的纹理。衣服上那股淡淡的皂角香还在，可那个陪他熬过所有黑夜，拔下金簪换酒的姑娘，再也不会回来了。也是在这样一个又一个睁眼到天亮的长夜里，他写下了那句人人会背的“曾经沧海难为水”，也写下了更藏着日常细节的浅悲怀。故我无一搜尽切，
逆他孤九拔金钗。惟江中夜长开眼，报答平生未展眉。他说，以前我没有像样的衣服出门，你总是一声不吭的去翻那口破旧的竹箱子，想办法帮我打点。我想喝酒解闷，你总是笑着，顺手就拔下头上的金簪去换酒。可如今我把日子过好了，却只能在这漫长的黑夜里睁着眼睛熬到天亮，去报答你跟着我受了一辈子苦，却没想过一天福的遗憾。写这首诗的时候，他哭得撕心裂肺。他以为自己足够理智，能把利益和情感算得清清楚楚，可他算漏了有些记忆深处的细节，就像手里摸到的旧布料一样，沉重的让人喘不过气。他恨自己的自私，却又无法克制自己的深情，这种拉扯才是他后半夜最深最解不开的痛。这世上最无奈的事，大概是终于有能力买得起金簪子的时候，那个当初愿意为你拔下金簪换酒的人已经不在原地了。1000年前的元稹是这样，此时此刻看着这场大雨默默发呆的你，是不是也想起了某个弄丢在来时路上的人？好了，角落里的那盏油灯已经灭了。元稹应该是抱着那些旧衣服，在悔恨和眼泪里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吧。外面的大雨也渐渐变成毛毛细雨了。听掌柜的话，把手机锁屏吧，把那些白天不得不戴上的面具，那些想不通的遗憾，通通留在公元809年的这场长安大雨里。做错的、错过的，今晚都先放手吧。祝你一夜好眠，我们下个长夜再见。